库皮扬斯克99%收复，乌军4年打掉14万目标，想移居俄罗斯，先签1年兵役合同，污毁15俄战机影片曝光，美伊新一轮谈判正式启动，中东局势迎关键转折。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乌前线战况再度出现重大变化，乌克兰方面宣布已经重新控制战略重镇库皮扬斯克99%的区域。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摧毁了一整套 S-400防空导弹系统，战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军实控库皮扬斯克区域已达99%，接近完全收复。更引发关注的是，乌方公布的损失率为1:27。在现代战争中，进攻方通常承受约3:1的消耗比，而这一数据若准确，意味着乌军在战术协同、火力覆盖以及情报支持方面占据明显优势。截至2月底，仅有零星俄军残部仍滞留在市区，大约数十名士兵被围困在10栋建筑物内。乌克兰第101安全旅正在市区展开清剿行动。前线流出的视频显示，废墟中的俄军掩体已被反坦克地雷摧毁，抵抗空间正被逐步压缩。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方面去年曾宣称完全占领该市，但随后被乌军驳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更亲自抵达库皮扬斯克督战。库皮扬斯克的战略价值极高，它是哈尔科夫方向的重要交通枢纽。乌军收复并坚守此地，意味着俄军向整个哈尔科夫州推进的企图被迫停滞。在乌东其他战场，乌军第4机械化旅打掉了一门俄军重型火箭炮，现场爆出巨大火球。但更关键的是对俄军防空系统的系统性打击。不久前，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特种部队成功摧毁一套 S-400防空系统。时间大约发生在25日凌晨，乌军无人机率先确认俄军防空阵地位置，并对核心设备实施打击。首先被破坏的是 92N6E 雷达站，随后辅助系统也接连爆炸，烈士画面中可见明显火光与浓烟。与此同时，在俄占顿涅茨克地区，乌军导弹还击中了一套铠甲 S1 防空系统。针对俄军防空武器的持续袭击，显然是在为近期反攻扫清空域障碍。但另一方面，乌克兰自身也迫切需要更多防空装备来抵御俄军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空袭。德国日前推出一款携带型激光制导反无人机导弹，单价约2500欧元。这种低成本武器可以有效拦截无人机蜂群，对于当前战场环境具有现实意义。乌克兰显然需要此类装备。另外，乌克兰空军继续参与扎波罗热方向的反攻行动，并摧毁俄军一座重要后勤大桥。据德国媒体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2月25日前后，一架乌克兰苏27战斗机飞抵瓦西利夫卡 E105 公路桥附近。经过提前侦察部署，无人机部队向空军传送精确坐标，随后苏27投掷多枚制导炸弹。航拍画面显示，大桥浓烟滚滚，桥体严重受损。E105 公路是俄军在扎波罗热战区的重要补给线，如今遭受重创。这不仅影响物资运输，也象征着乌军反攻节奏正在加快。近半个多月以来，乌军已在扎波罗热与第聂伯罗交汇处发动多轮反击，收复大量定居点，反推400多平方公里。在俄乌战争4周年之际，乌克兰方面公布了空军作战数据，摧毁巡航导弹3442枚，拦截弹道导弹360枚，击落其他类型导弹540枚，击落无人机137400架，总拦截目标超过14万。这些数据说明，乌克兰空军在4年间持续提升拦截能力，并逐步改变前线制空态势。随着未来更多先进战机加入，这一趋势或将更加明显。再看红军村，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第3特种作战团继续在该地区阻击俄军。不久前，他们清除了一支俄军突击队，并使用地面机器人成功救出一名受伤士兵。无人系统正被乌军广泛投入战场。与此同时，俄军部分部队仍依赖传统运输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去年，乌克兰地面机器人甚至首次迫使俄军投降，这被视为战争史上的一个新现象。未来，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核心的作战系统或将引发新一轮军事变革。这场战争已经不仅是火力的对抗，更是体系与技术的较量，而趋势正在逐渐显现。近日，一条重磅消息传出，凡是希望长期居住俄罗斯的外籍男性，必须同意服兵役1年。这并不是突发政策。实际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在2025年11月5日签署的第821号总统令中就已经写明相关规定。所有年龄在18岁至65岁之间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外籍男性，如申请俄罗斯长期居留许可，必须签署至少1年兵役合同。而近日，驻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中共总领馆发布提醒，这条政策才迅速在中文网络传播开来。对于一些向往俄罗斯生活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机会，只要加入俄军，就能换取长期居留资格。但对普通人而言，这更像是一种警示。俄罗斯仍处于战争状态，无论立场如何，前往一个处在持续军事冲突中的国家长期生活，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风险。非必要不靠近战区，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原则。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根据外媒披露，俄罗斯征兵系统近期收到一份黑名单，列出36个国家不再允许从这些国家招募雇佣兵参与俄乌战争。名单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等国家。今年2月又新增哥伦比亚、阿根廷、索马里和伊拉克等。这份名单的具体决策层级尚未公开，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与外交压力有关。一方面是兵源压力，另一方面是国际舆论与外交平衡。俄罗斯似乎正在调整其外籍兵源策略。如果说政策层面的变化仍然停留在文件中，那么社会层面的军事氛围则更加直观。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今年2月23日祖国保卫者日，一批刚出生的婴儿在出院时被安排穿上缩小版空降兵制服，蓝色贝雷帽、条纹衫一应俱全。支持者称这是爱国教育的象征，反对者则批评这是一种从摇篮开始的军事化叙事。战争不只是发生在战壕与炮火之间，也在渗透社会的文化与象征体系。镜头转向乌克兰，在南部前线，局势同样严峻。根据《时代》杂志报道，扎波罗热地区的斯捷普诺戈尔斯克村已经成为焦点战场。这里曾经有5000名居民和9栋高层住宅楼，如今却成为乌军在金斯卡河一线的最后屏障。报道称，俄军士兵在该区域的平均生存时间仅为12分钟。一旦突破这里，俄军炮兵火力将能够覆盖仅14英里外的扎波罗热市，那意味着全天候炮击与无人机袭击的风险。前线的残酷正在被数据化的呈现。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加速构建自己的军事工业与技术体系。英国方面，乌克兰军工企业 Ukrspex Systems 已经在英国投产。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出席了相关活动。法国则向乌克兰交付创纪录数量的 AASM 铁锤制导炸弹。这种武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前线，乌军战机频繁使用其打击俄军阵地与指挥系统。更值得关注的是太空领域。乌克兰本土企业 Statman 计划于今年秋季发射首颗测试卫星，轨道高度550公里。这被视为构建乌克兰自身抗电子战网络的一部分，也是减少对星链依赖的重要一步。此前，俄军切断星链信号曾导致乌军指挥系统出现短暂混乱，而更早之前，美国暂停部分卫星情报支持，也被认为对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失利产生影响。这一连串事件说明，现代战争不仅是前线的炮火对抗，更是卫星、网络、无人系统与工业体系的综合较量。谁拥有独立的太空与信息系统，谁就掌握主动权。俄乌战争全面爆发满4周年之际，战场与外交层面的动向同步升温，显示冲突已进入更高强度、更深层次的消耗阶段。在军事层面，
社交平台 X 账号 @ZajaNKings 又披露，隶属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的阿尔法特战部队公布了2025年度远程无人机空袭成果影片。画面显示，乌军通过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成功摧毁15架俄军航空器。被击毁目标包括11架战斗机与轰炸机 Su-30SM、Su-34、Su-27、Su-24以及 MiG-31， 3架直升机 Mi-28、Mi-26、Mi-8以及1架 M-26运输机。该账号特别强调，此次行动并非此前外界讨论的蜘蛛网行动，而是独立的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任务，显示乌方在跨区域长距离打击能力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与此同时 ，X 账号 @HXR001 发布了乌军包拜 Yaga 型重型无人机的实战画面。该型无人机可投掷 TM62 反坦克地雷，具备夜间与复杂地形作战能力，凸显乌克兰在战术层级上持续强化无人机火力整合与地面组织能力。这类重型无人机的应用，使前线俄军装甲与补给路线面临更高风险，也代表无人机已从侦察与点状打击，进一步发展为区域拒止与阵地破坏工具。根据 X 账号 Noel Reports 引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说法，乌方正在边境与前线关键道路沿线加速建设反无人机防护网体系。乌克兰政府已额外拨款16亿赫里夫纳用于相关工程。2月份已完成125公里建设长度，3月份目标为每日铺设20公里，力求在短时间内构建覆盖主要补给与机动通道的低空防护屏障。这套防护网旨在拦截低空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降低关键基础设施与部队调动遭袭风险，显示乌军正将防空体系由传统高空拦截延伸至近地低空领域。在俄罗斯可能发动新一轮远程打击的背景下，乌克兰一方面加强前线防护与防空网络建设，另一方面则扩大无人机产能，并深化与英国的国防工业合作，以增强长期作战韧性。英国政府日前宣布，为协助乌克兰武装部队抵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乌克兰特种系统 Ukrspex Systems 投资2亿英镑，于英国东南部萨福克郡 Suffolk 设立新的无人机制造工厂与测试培训中心。该项目不仅为乌克兰生产先进无人机提供海外生产基地，也将为当地创造多达500个就业岗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英国政府指出，新厂将专注生产尖端无人机系统，为乌克兰争取战场主动权提供关键支撑。自2024年7月以来，英国已承诺向乌克兰防空系统提供超过10亿英镑资金。此前，英国方面已向乌克兰特种系统公司在乌克兰本土的工厂订购80多架 Shark 与 Mini Shark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对俄作战中承担侦察、校射与目标引导任务，被认为在拯救乌克兰军民生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卢克·波拉德 （Luke Pollard） 在25日为新厂房剪彩时表示，这项投资体现了乌克兰对英国的信任，也彰显两国国防工业合作持续深化。他指出，该项目将在英格兰东部创造多达500个就业岗位，使国防产业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同时直接支持乌克兰抵御弗拉基米尔·普京星号领导下的俄罗斯军事行动。英国还开始独立生产章鱼 Octopus 拦截无人机，目标是实现每月数千架的产能。这种拦截型无人机设计理念是以极低成本摧毁俄军烈士 Shahed 无人机及其他空中威胁，是英国45亿英镑对乌军事援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层面，2月24日，乌克兰抗战4周年之际，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基辅宣布，欧盟将以3种方式持续强化对乌克兰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用以强化其国防与经济能力，将乌克兰打造为钢铁刺猬。这项贷款已获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冯德莱恩强调，这笔贷款只有在俄罗斯向乌克兰支付战争赔款后才会偿还，贷款利息将由欧盟预算承担。他同时透露，欧盟即将敲定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重点涵盖金融、能源与军工领域，旨在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维持战争的能力，同时确保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不受动摇。
他在讲话中向乌克兰军人表达支持与鼓励，呼吁他们为和平、为子孙未来、为自由与主权而战，并重申欧洲将始终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直至其实现目标。演讲最后以“欧洲万岁，乌克兰万岁”作结。与此同时，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近日通过塔斯社发出强硬警告称，一旦西方国家将核相关技术转移至基辅，俄方可能考虑动用非战略核武器进行回应，目标不仅限于乌克兰，甚至可能包括英国与法国。他在表态中援引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说法，强调莫斯科不会容忍所谓核门槛被突破。外界普遍解读此举带有明显的战略施压意味，意在震慑欧洲国家继续扩大对乌军事与安全承诺。与此同时，总部设于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 ISW 发布分析指出，克里姆林宫或可能在乌克兰境内制造放射性挑衅事件，并将责任推给基辅，指控乌方使用脏弹，以此削弱西方援助的政治基础。报告认为，俄方近期强化对英国与法国的核威胁，恰逢两国讨论战后对乌安全保障框架的关键阶段，时机耐人寻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此强烈回应称，俄罗斯往往在战场承压之际抛出核武话题，将其当作政治筹码。他强调，乌克兰并不拥有核武器，相关指控毫无根据。泽伦斯基指出，俄方言论既是对欧洲核保护伞讨论的反制，也是一种心理战操作，并呼吁其他核国家，尤其是美国，向莫斯科传达清晰而坚定的讯号。他警告说，他们玩弄核武这个词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伊朗与美国的第三轮间接谈判2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希扬在新一轮伊美谈判开始前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综合外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领的代表团已于星期2月25日抵达瑞士日内瓦，准备26日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间接会谈。斡旋方阿曼继续居中传话。稍早前，伊朗总统佩泽西希扬星期四发表讲话时说，最高首领哈梅内伊已经表明，我们完全无意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攻击我们，会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挺身而出来执政。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携手并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们停滞不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当天强调，伊朗将以严肃和灵活的态度进入伊美第三轮间接谈判，重申谈判将聚焦核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星期四说，美伊双方对新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国正加强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总统川普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动有限度的军事打击。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规模位于20年来最大之一。根据美联社报道，驻扎在巴林美国第5舰队总部的所有美国海军舰艇已离港进入公海。卫星影像显示，港口目前已空无舰艇。据 Xvisioner 消息，伊朗方面则在伊朗与亚塞拜然边境发布航空通告，并出现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活动。此外，有消息指出，埃及、约旦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UAE 允许美军自其领土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与阿联酋部队，应避免对伊朗领土发动战争，否则将对阿联酋最大军事基地发动数十枚弹道导弹攻击。目前，阿联酋境内驻有超过7000名美国与阿联酋士兵，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当天进行弹道导弹演习，模拟攻击阿联酋达弗拉空军基地 El Dafra Air Base， 该基地也驻有美军。在外交层面 ，X-Terror Alarm 消息指出，纽西兰宣布再对40名伊朗官员实施入境禁令，其中包括内政部长、情报部长与检察总长，理由是其涉及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使相关旅行禁令总数达到98人。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则释出立场。据法新社 AFP 引述一名真主党高层官员表示，若美国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真主党将不会介入。任何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攻击则是红线。若美国以推翻伊朗政权为目标对伊朗发动攻击，真主党将介入战争。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